太太，对面日本先生过来了。冒昧打扰了。太太，这位就是上次给咱们送饭团的小野先生。是寿司。哦，对，是寿司。小野先生有事？我刚刚在家的对面听到了悠扬的丝弦声和清丽委婉的无语暖浓的唱腔，十分惊艳，情不得已的就被吸引了过来，属实冒昧，还望见谅。我吗？帮这位小野先生沏杯茶来。好，我这就去。小野先生，请坐。小野先生也喜欢平淡。酷爱，10几年前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只可惜棋艺不佳。先生学的哪派？语调。先生也学的语调啊。是的，所以刚刚听到您弹唱，感觉格外的亲切。但是您弹唱的语调，既是语调，却与不同普通的语调多了些高亢，所以特来请教。原来是张玉泉先生的弟子，那真是久仰了。实不相瞒，民国13年的时候，我本想专门拜访他老先生，可是他与光宇社不和，南游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能听到他的亲传，属实荣幸。都在这儿了。对，2天垃圾都在这儿。辛苦啊！哎，今天隔壁那个日本人来了，来干什么？说是他也学过弹词，听我在这边弹唱好奇，就过来聊了2句，没别的。就说了点平台上的事儿。那个是他留下来的片子。小野次郎，大阪来的米商，供职于前景物产苏州办事处。你都查过了？这只是他公开的身份。听说以前是陆军界的，跟军方有瓜葛呢。那他也是个特务喽。反正没弄清楚之前啊，你还是少打交道吧。知道了，下次他再来啊，我就让王妈找理由把他打发了，不让他进门。那可不行啊！为什么？你这莫名其妙拒绝别人，不显得你心里有鬼吗？尽量保持的跟平常一样，别人要真有意图啊，迟早都露出马脚了。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慌了。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米商，你也别想太多了。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去会会他就是了。哎呀，你这一桌子碎纸片，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呀！啊，这味儿也太大了，垃圾堆里的味儿。有味儿吗？行了，我去烧水把你洗洗。哦。
最近周又招收了一批新的特务学员，你听说了吗？听说了。周之前编撰的训练手册方法老套，周站长照搬的都是共党的那一套，学的都是32年顾顺章在中统内部办培训班的那些方法。1932年，10几年了，太老了。是应该根据现在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再增加一些新鲜的内容。培训的方式也应当推陈出新，要不你重新来编撰吧。培训新学员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周站长一手操办的吗？特工培训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听他一家之言，否则未来的人才又何谈进步？这是大本营参谋部发下的最新情报工作准则，你拿去请人翻译参考。这是内部资料，绝对机密，切记不许带出去有时候。站长，这个日本人让顾一中来编写这个培训班的教材，你知道吧？我知道，顾一中算个屁呀！他那点东西还不是以前上课我教的。近藤这个命令啊下的蹊跷，而且我听说啊，这个培训班的主任教云也是顾一中哎，小鬼子就一味的批判这个顾一中，早晚这个站长也让他当。哎，站长，防人之心不够啊！我跟你说，哎，你死鸭子，好了吧？极品，你这手艺没丢啊！哎，忘不掉哎！哎，站长，我得谢谢你哦，要不是你，哎，我还得擦背哎。这也是你的努力，你好好干。哎，站长，进。哎，顾副站长，哟，站长，您忙呢？我啊，这腰的老毛病犯了。张队长啊，手艺不错，我就让他帮我推一下。啊，哎，改天啊，你要是身上哪不舒服，让张队长帮你弄弄。哎，站长，我一走，哈哈，到时候帮忙啊。来，走。来，怎么样？有事找我啊？啊，这样，这新的一届特工训练班马上就要开班了，这近藤阁下的意思，让你当这个主任教员，对不对？我听说了，实至名归。一中才识浅薄，还是得让站长来当这个主任吧。哎，不合适，你做是最合适的。我呀，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一个是腰的老毛病犯了，二是血压高。我太太说呀，给我找了个中医，在家里要好好养一养。所以呢，90号的事情呢，顶多累一点。你不用担心，你呢，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把以前我教你的学问毫无保留教给学生，可以了，是吧？突然想起个事情，今天啊，他们从上海给我带了巧克力，这个不是一般巧克力啊，日本的明治牌巧克力。哦，李先生总共才拿了4块，他留了2块，给了我2块。
我以前吃过，味道非常好，我送给你。哎，不用不用，你拿着，这怎么好意思呢？你尝尝。谢谢站长啊。没事。一中啊，接下来你要给学员讲课啊，要是有什么知识上的盲点呢，你随时请教，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哎呦，那真的是太谢谢站长了。应该的啊。之后还希望您作为这个客座教授，也给大伙儿啊上课啊。行。那苏州点心你在船上就吃了它，别到了日本再吃，怕坏了。知道，这里面有药，知道吧？拉肚子的话可以自己拿来吃哈。那箱子太空了，再往里多放点吧。该带的衣服都带差不多了，小貂皮塞这里，天凉了记得拿出来穿。来，把这和服也装上。为什么？你不是不喜欢他穿和服吗？回来中国就别穿，在日本不一样，天天穿着，这样日本人就对你放松警惕了。懂了。你别这么教育儿子了，自己当了半辈子特务了，你还让他子承父业啊？儿子，以后别再写密码信了，再有什么委屈你就直接打电报回来，有事在电报里说，看那帮东洋小鬼子还能拿你怎么样？还有这个，来，把这2本书也拿着。塞满了，能放。我给你放在这里了啊，这个盒子下面。先生，下课早来过来。哦，你让他去书房等我。文超啊，就2张照片，你帮我发现一下有什么异样吗？这2张照片里的人的背影很像。对。第一，这2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第二，我怀疑他就是最近闺中连续街头2次的那个人。哦，这次他们是露出马脚了，所以我需要你回到上海，帮我秘密调查他是谁。没问题，柯老师，单凭这2个背影，有点难了。你再仔细看。华夏，聪明。华夏画报。对，这个背影的人，我怀疑他就在这个华夏报社工作。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调查这个报社里的每个人。你翻到最后一页，是他们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要对上面每一个人都进行排查，还有，调查过程中，只用自己的人，不用76号的。我怀疑76号被渗透了，可能跟万里浪有关。李先生最近也在密查他。这事交给我，您放心。按照共党以往的习惯，这个跟顾一中单线联系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上线了。如果他能在画报社工作，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那他在党内的级别可能会很高。我们一定要。明白，老师。上海76号那边最近有什么动作？哦，我正想跟您汇报呢。前几天跟东部队的老熟人一起吃料理，说日本人最近在苏州有大动作，准备一个叫5计划行动。计划内容是什么？这个暂时还不清楚。好，你密切注意。好的。文超啊，听说爷的身体最近不好。是的，老师，腹水胀得厉害，这次调去上海总部工作半年，都没来得及回去看他。这样吧，这次回去先看爷爷，再去报社。以前听静海说你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是的，老师。这里有一点我的心意，你给爷爷买只参，
老三，这死不得。拿着。谢谢老师，我明天就回上海。顾一中这个上线，他肯定跑不脱。好。海默，我们前厅那组花瓶还在不在？你忘了？去年那当铺给当了呀，说是要还上海的一笔账。哎，我给忘了。怎么了？又缺钱了？没有，刚刚表哥从李庄写信过来，说梁林二位先生生活困难，林先生肺病发作，连买药钱都没有了。我想着先凑点钱给他们寄过去应急用。这几年家里能当的都给当了，唉，哪有你这样的，天天往90号那些特务流氓身上贴钱。把这个方鼎当了吧，你觉得怎么样？这不是你们家祖传的方鼎吗？当年老先生宝贝的，当不得。但咱们有钱了，把它赎回来不就完了吗？回回都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能赎回来？你记得啊，千万别去关田街那一家啊。知道了，那家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中国人的宝贝不能便宜了他们。我去王泽民家开的那家吧，让他们知道雇员日子艰难。我们家不像是从外头拿津贴的那种。鞠躬。再见。起。向左转。上车。记得给家里写信。好好照顾自己呀。再见。一中，给我吧。これはご苦労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また会おう。失礼します。お茶でも。今度だ。刚才那位就是小野。嗯，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也有来往？是日军司令部的车。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那倒不一定。自从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那说明这个特务特别老牌。他送咱们寿司，回头啊，你准备点糕点给他们送过去。你这是要我去他们家干特务？方便见新一期的样刊。好，小李，放着吧。哎，好嘞。
海默，海默，哎呦，怎么了？这顶怎么还在这儿啊？我凑了一凑，觉得钱还够，就没有卖了。等等，这钱哪来的？哎，镯子呢？当了。海默，别这么看着我，我乐意的。哦，居少还等我洗澡呢，先走了。大丸百货的小顾经理来电话了，说新进了一批洋装，款式跟巴黎的差不多。顾太太，明天一起去逛逛。周太太，我可不敢，就一中那点薪水啊，置办不起。顾太太，顾源的家底在苏州是有名的厚啊，据说光是在东山就有几百亩的水田呀。王知识你是不知道啊。早些年，老爷子都捐给女中了。这顾源啊，就是一个空壳儿。再这么配下去，我又得去书场说书了。哟，那不能，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我手头还有些贴纸，借给你啊。拜托，都是1分5的利，放你这儿，你说1分好了。谢谢周太太。哎，海默啊，你们怎么不生个孩子呀？对呀，结婚都2年了，没动静。我看你这屁股的样子，也不像怀不上的。难道是顾先生不行？不会吧？要不要我介绍你一位东洋的西医小姐，是我在京都留学的同学，给陈院长的太太瞧过病，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这些事情啊，我跟一中是顺其自然。周太太，明天我是真不行，你让站长陪你去逛大丸好了。让他陪我逛街，你做梦吧！他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只有抓共党，苏州抓不够，还要抓到上海去。啊，站长是要高升到总部去啊？那不是，前天还专门把谢门朝从上海叫来，把个人在书房里嘀咕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哎，不，临了还搭上我的华夏画报。他们这些干特务的可真有意思，这画报里头能有啥共党？他不会是看上画报女郎了吧？周太太，你可要当心啊！他不敢，自从有了新闻，后来运气太好了，好手气呀！哎呦，累死我了！干嘛去了？打了一天麻将，哎呀，来吧，喝口水。这一整天的都在问我为什么没有怀上。顾先生，这我该怎么回答呀？是我不行呗。那多不体面呀！你是男人，还要在外头拔份儿。我一个女人家无所谓的，我跟他们说我在吃中药调理了。不好意思啊。我谁都没怪，就是没想到这个假凤虚凰一当就是2年。顾先生，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什么任务啊？又来了，没一句真心的，不想理你。听说前2天那个周知飞把谢文朝从上海专门调回来，干什么？干什么我哪知道？
可能是要抓什么人吧？听季玉清说啊，临了了带下了他好几本华夏杂志。哎呦，这乌烟瘴气了一整天，我站都站不直了呢。哦，那你先去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去小野家。我不就是为了这事儿赶回来的吗？礼物我早就备好了。去换套西装吧，难看死了。哦。哇。小野先生，这是内人亲手做的枣花糕。哇，太客气了。还有这是生春羊的腌腊，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吃得惯，吃得惯，谢谢。应该的。走。美穂ちゃん、そっちで遊んでなさい。はいはい。菊生，去跟姐姐们玩。来。谢谢。不知小野先生在哪行高就呢？进出口贸易。哦，如果顾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讲。尤其是在那些匮缺的物资上。谢谢。其实也没有。小野先生，印度大米可否买得到？大米。现在这世道啊，能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顾先生在政府就职，还会怕饿肚子吗？啊，现在不是时兴囤东西吗？这粮食左右都是要的。再说了，自从政府成立了米粮统治委员会以来啊，这些东西在市面上确实也很难弄到了。天天涨价。大米我们会社是有的，不过更多的都是普通的糙米。孩子这么大了，应该吃白米饭。我会帮你们留意的。先谢谢小野先生。要是肥皂也能再弄一些的话。海默，见笑了。肥皂容易，我们家里就有。回头我让太太给你们带一些。啊，谢谢。不客气，谢谢。谢谢。快讲。我也有一事，不知能否劳烦顾太太。我？啊，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不知我可否有幸能拜顾太太为师？拜我为师？当治疗师，只让他听到顾太太唱评弹，去掉王庄引人入胜，回家后一直赞不绝口，一味天然。见笑了，内子也只是略懂一二。老师我是不敢当，如果小野先生感兴趣的话，随时到顾园来。太好了。海默，我觉得今天这事啊，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野先生的要求的。学评弹而已，看得出来，小野先生是真的喜欢评弹。这些个香皂，苏州市面上根本就没货了。小野的身份复杂，他们一家突然搬来，又跟日本军方来往密切。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我教他评弹呢，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接触方式。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你是早就盘算好了？你去拜访小野，难道真是有邻里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你就是总瞧不起人，跟那些太太一个德行。我不是瞧不起人，我是真心觉得这事危险，我不想把你卷进来。那你就不危险了。要是换了萧小姐，你也会不让她去吗？
我是没萧小姐能干，但是现如今我是你的太太，这些个事儿我不去，难道还要劳烦旁人不成？行。老师，排查了13位工作人员，此人最可疑。黄祖聪，2年前到华夏，担任建筑板块的编辑，自称是北海道大学毕业，妻子早逝，现单身，居住在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的3层小楼上，是亨德里洋行的董事施罗德做的铺保。这一切看来也严丝合缝。可惜啊，查了老半天，你们连他名字没搞明白。此人叫黄秋收，我早年跟他在中共特科工过事，他是一科负责情报的，我在行动2科。但1932年他去了日本，我没听说他回来过。我突然想起来，李先生曾经跟我讲过，1936年他跟王思成办过一个共档案，里面有个姓黄的，说是日本留洋回来，办个杂志，懂建筑。那老师应该就是他。当时他还有个东北太太，这么说，那就是2人一起做机关。日军又从上海登部队紧急调派了一个大队，来补充小林师团。新四军的领导致电江苏省委，在3起清枪之后，苏长泰地区的敌委婉非常猖狂。为了减少牺牲，我们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军武工作的具体内容。来，快来！哎，不，我的关系不在小林司令部，要想了解日军的武工作，确实有些困难。但是他已经接到了任务，我相信他能完成。目前的斗争形势非常困难，江苏省委领导决定分散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只留少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老黄啊，你也在这次的撤离名单当中。黄秋收，单身独居，不婚不酒，上班住处2点一线，够谨慎了。他住的地方是个写字间，那里挂了不少公司的牌子，而且前后门都通着，适合逃跑。从这一点看，他是个职业特工无疑了。你尽快把手上的所有关系整理出来，移交给这位秦同志。那好，但是我需要特别和苏州的关系交代一下，他比较信任我。可以，争取在2天之内交接完毕。今天有2条尾巴跟着我，国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画报。华夏画报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具体的撤离的时间和路线，会由交通员宝庆同志通知你。这什么呀？哦，我的人跟着他，发现他在一条巷弄当中藏了一个烟盒，怕里面有情报，就给取了回来。可是我仔细查过，什么也没有，也不像密写过的。你们啊，还是太浅。这是人家的烟雾弹，你们暴露了。把这个姓黄的拿下。拿什么呀？你们赶到的时候，人家早跑了。我马上打电话去上海找万里浪，让他76号帮忙。
你这样，你也去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顾一中当面对质。是。一中。哟，文长兄，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你这是？哦，我回昆山看爷爷，顺路给老师带2筐大闸蟹，你要吗？哎，不用了，您这太客气了，不用。您先忙吧。好，慢走啊。啊。我现在出发。是加尔文具店吗？转告员外，他已暴露，马上撤离。我是顾周。老蔡长，哎，喂，我是万里浪。马修，情况怎么样？姓黄的跑了，不过逮着他的交通员了。好，谢文朝这会马上就到上海了，你把这个交通员交给他来审。谢文朝这小子都调到76号了，怎么还替90号办事儿？万修，如果能逮到这个姓黄的，你把人交给我，我带回苏州，只要认一个人，认完我就把人还给你。这次的功劳啊，归你。好，就这么定了。好，感谢啊。里面请。抓他！放开！好，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多晚我都等。叫张队长到我办公室。周站长
可是很着急见你这个老朋友，周知飞周站长，你不会把他给忘了吧？押他上车，回去走。快，进去。雇员有后门，你知道吧？3个小组，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我带一队进去抓人。不叫抓人，叫请。知道了，站长，我现在就去请。不急，谢文超他们过来这里应该还有5个钟头，我们先让他睡个半觉，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再去请人，那时候是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对后面的工作好开展。我呀，要养养精神。好的，有什么事我让他们教你啊。